如果我爹请了个500年前大闹天宫的孙悟空来拿你呢？弼马温，娘子，咱们这夫妻做不得了，我先避避风头，完了我再回来看你啊！走了。站住！看看我是谁！齐天大圣，既然你认得爷爷，还不快点束手就擒？今天挺好啊！妖怪，跑不了！老猪不陪你玩了！蠢猪，哪儿跑？你是哪里来的妖怪？怎么知道我老孙的名号？如实招来，不然我饶不了你狗命！哼，我本来也是天上的神仙，我是管理天河10万水兵的天蓬元帅，因为犯了天条被贬下凡间，谁知道偏偏我又错投了猪胎，所以变成这个模样。哦，嘿嘿，原来你是天蓬元帅下界，难怪你知道我老孙的名头啊！你这嚣张的弼马温，当年闯下了大祸，连累我等受苦，今天又欺负到我老猪的头上了，是可忍，孰不可忍？你这头蠢猪倒是傻得挺可爱的。好，那就让你爷爷今天陪你玩玩。可爱，那你猪爷爷今天就好好的爱你几把，来吧！呀！我踩死你！呆子，来！我来！哎呦！
喂，你别闹，行不行？我呸！我闹！哦，嘿嘿嘿嘿嘿！天儿不错啊，天儿是不错啊。干什么呀？谁呀？累不累啊？歇会儿，喝点水。不可，不可。来，继续。弼马温的弼马温，难道你真想赶尽杀绝呀你？要不想留你个活口，帮你夫妻调和调和，我早让你了账了。跪下，磕头。来了，谁？天儿不错啊。嘿，蠢猪！有点小聪明，骗了我老孙一遭。哼，也罢，回去先吃杯茶，再捉你也不迟。这个孙长老啊，去了整整1天啊！哎呀，他是被妖降了，还是他降了妖啊？老爷，你放心，这孙长老本领大得很，肯定会把那个妖精给捉回来的。是吧？哎，是啊，如果为了我们高家害了性命，高家岂不是对不住孙长老吗？施主不必担忧，我徒弟当年曾经把10万天兵天将打得丢盔卸甲，如今这小小的妖怪还伤不了他性命。爹，娘，你们看，师傅。师傅，孙长老，没事，那妖捉住了吧？没伤他性命吧？没有，我跟那妖怪打了1天，他逃进洞里，死活都不出来了。哎呀，孙长老啊，你虽然把他赶跑了，但等你们走了，他又回来了，这可怎么办呢？对呀，那妖怪跟我说，他可不是白吃你们家的，这些年的家资他也都攒下来了。他还说，他可是天上的神仙下界帮你们家干活的。喂，老头儿，依我看，这可是门当户对呀，你就让他当你女婿怎么了啊？孙长老啊，你说的虽然有道理，可他毕竟是个妖怪呀。妖怪，长得丑就是妖怪啊！啊，那如来佛祖、观世音菩萨，哪个不是云里来雾里去的？你敢说他们都是妖怪？不是，那些个坐大堂的，一个个人模人样的，长得都跟美男子一样，他们都是人吗？哼，个个贪赃枉法，坑害老百姓的钱。你说他们是人还是妖呢？圣僧啊，你说说话吧。你看这个妖是该收还是不该收啊？对啊，悟空，就说说你的看法。但凡2方发生冲突，双方难免会有讹误啊。对，师傅，我不是想让小姐伤心。这俗话说，夫妻本是同林鸟，大难临头各自飞。就算那猪头女婿对小姐再好，可他一听说我老孙要收他，就呲溜一下跑回洞里，再也不出来了，还说这婚事也不提了。哎，小姐，这个男人靠不住啊。贫僧也曾深思，这妖怪既然变成人形前来招婿，为何不练其妖形，好好过日子？
偏偏纵任本性来去，只怕他心中还另有打算呢。师傅说的对呀，师傅，我再去降个妖怪。死肥猪，滚出来，不然我砸烂你的门！死肥猪，快出来与老孙打斗！你快点出来呀，死肥猪！快点出来！死肥猪，出来跟我老孙打斗！快点出来！出来！欺人差事，是可忍，孰不可忍！你这头猪啊，不是蠢就是笨，明知道俺老孙找到了你的老巢，还不赶快逃？还敢在这睡大觉？弼马温，你欺人太甚了你！我与高家的事儿与你何干啊？你几次三番的找上门来，好，我老朱也不是吃泔水长大的，任你宰割。听起来还有点本事，来搂搂我瞧瞧。好，有种你站着别动，那就吃老朱一耙。等，就你这刨菜的破耙子，还敢打我啊？破耙子，好，那就在你猴头上爬9个窟窿，种上点麦子，来年好添肚皮，招耙吧你！呀！你这头臭猪，不光蠢跟笨，你的记性还不好啊！我老孙当年500年前大闹天宫时，被天兵天将刀劈剑刺、雷打火烧也没怎么样啊，被那太上老君烧了我749天，练就了火眼金睛、铜头铁臂。哼，你个破耙子，能把我怎么样？要不然再猪两耙试试？你臭猴子！从你闹天宫之后，被佛祖压在五行山下，你不在那儿待着，你怎么偏偏你跑到这儿来？你欺负我老朱啊！那是因为我被一个和尚救出来了，拜他当了师傅，保他西天取经。前2天路过高老庄借宿，被那高老头请来降你这个憨货。取经人，取经人在哪里？劳烦你给引荐引荐。你要见他干什么？哎呀，你是不知道啊，我本是受观音菩萨点化的，受了他的戒，说让我在此等候取经人，跟那取经人一起往西拜佛求经，将功折罪，求得正果。谁知道这一等啊，等了好几年了，他都没消息呀。哦，怎么你是等候取经人的？哪儿那么多废话呀！既然你与那取经人做了徒弟，你怎么不早说呀？还仗势欺人，你打到我老朱的门上来了！你这个憨货，是不是又想出诡计骗俺老孙啊？哎呀，我耙子都给扔了，我如何骗你啊？你要是真的，便对天发誓，我就带你去。嗨，这起誓就起誓。阿弥陀佛，我老朱在此发誓，我是真心实意的，绝无瞎话。如果说了瞎话，还让我犯了天条，劈尸万段，这够毒，这是够毒的吧？你说这观音菩萨怎么给师傅找徒弟也不挑挑啊？你这话是什么意思啊？
走，跟我见师傅去！起来，跟我见师傅去！来夫人，来夫人，哎，老爷，孙长老啊，把那个妖精给抓回来了。你轻点儿！哎，丈人，丈母娘，小婿有礼了。娘子，你出来呀！你出来看一眼，你相公回来了。娘子。娘子，你别难过，娘子，他们不是来捉我的，他们是我等的取经人，娘子。别难过，娘子，娘子。娘子，娘子！哎，呆子，你往哪儿跑？还拜见师傅？哎呀，悟空，师傅，弟子失迎了。早知道是师傅住在我丈人家里，要知道是您老人家，那我早就徒弟我早就来拜见师傅了，哪会生出这许多波折呀？悟空，你如何想到他来拜我？呆子！还不快跟师傅速速招来！师傅容禀。我原本是天宿正神，掌管天河的天蓬元帅。只要月亮从东边升起，跨过银河落向西边，我就要跟太阴娘娘嫦娥碰头。这一年当中，只有很少数的日子不见面。天蓬元帅。辛苦了。哪里的话，驻守天河那是本帅的天职啊。想我一年当中只有那么几日是不必昼伏夜出的，可以在大白天里出来散荡散荡，而你每天夜里都要出勤，真是太辛苦了。我习惯了。其实嫦娥姐姐才不容易，在那广寒宫里头，每个月只得一夜成圆，可以整晚见光，其他日子总是昏黑的时候多。住起来多清冷啊！那也是我自己选择要住的地方，要过的日子。我们总是在交会的时候打个招呼，闲话几句，他就折回月宫西去了。你这呆子，难不成这样你就心满意足了吗？嗨，俗话说，日久生情啊。哎，在平时我清醒的时候能够把持得很好，可是谁都不知道我的心事啊。哦，偏偏我受邀蟠桃会，这多喝了几杯嘛。嗨，这就叫酒后乱性。哎。天蓬元帅，辛苦了。嫦娥姐姐，我看今晚你就别走了，啊？天蓬元帅有何要事吗？我问你，嫦娥姐姐，你住在那广寒宫里，不寂寞吗？不需要有个人来陪吗？
我宫娥那么多，还养着一只玉兔，怎么会寂寞呢？那可不一样，她们都是些女流之辈，她们能够给你些什么安慰呀？天蓬元帅感情是喝多了，你快到天河洗把脸吧，我回去了。嫦娥姐姐，你别走，我已经爱慕你很久很久了。你喝多了。我没喝多。嫦娥姐姐，你一定要听我把话跟你说清楚。我每晚跟你见面，却只能跟你说几句不疼不痒的客套话，我真的痛苦极了。其实，我想说的就是，忘掉后羿那个臭男人，请你接受我天蓬元帅的一片痴情吧。嫦娥姐姐，天蓬元帅，你我每夜见面，只是为了公务交接打个招呼。想不到你有这些不正经的心思。趁着眼下没有外人知道，我也不张扬，告辞了。不要，嫦娥姐姐！天蓬元帅，太阴星君所言，你有何辩解啊？陛下，微臣只是一时酒后乱性，请陛下开恩呐。俗语说酒后吐真言，你是借酒壮胆，其实淫心早起，是也不是？陛下，微臣以后再也不敢了，再也不敢贪杯了，请陛下开恩，陛下开恩呐！陛下，天蓬元帅显然是不耐寂寞，移动凡心。无论陛下要如何处断于他，但请莫再叫他掌管天河。嫦娥不愿再与他相见。陛下，请陛下开恩呐！来人呐！在。将天蓬元帅拉出去打2000大板，贬下法。天蓬元帅，下去吧！不要啊！不要啊！等一等。天蓬元帅，你也休怪我翻脸无情。你既已动凡心一念，在天庭上是无法久瞒的。趁着还没有铸下万劫不复的错事，早到人间历劫，经历凡尘的百般辛苦磨练，就不会再妄思淫欲，方能早日成道正果。嫦娥姐姐，我就知道你不是一个无情无义之辈。好，我就听你的，早早下凡历劫，早早再回天庭，我们再续前缘。难道你到现在都没有悔意？反正我都要贬为凡人了，再坏也不过如此，还不如让我先亲一下。色心不灭。我就仰着身子，跌下了凡尘，谁知道啊？没认清路，又错投了猪胎，现在你们看看，成了这副猪的模样。不过，我经过修炼，又成了精，又受到菩萨点化，在此专候取经之人。阿弥陀佛，多蒙菩萨圣恩呐！你既从我善果要做我徒弟，为师就与你起个法名吧。是师傅，
那个菩萨他老人家给我受戒的时候，已经给我起好法名了啊，叫朱悟能。哦，悟能，好，你师兄叫悟空，你叫悟能，正好。是，哦，还有，我受了菩萨戒行，已经断了5荤3宴了，在我丈人家，我一直吃素，未曾沾荤。既是断了5荤3宴，为师就再与你起个别名，叫八戒，如何？多谢师傅，阿弥陀佛，多谢师傅。师傅，这可真是一件好事，一件坏事啊！好事是这世上又多了一个和尚，坏事是又拆了一对恩爱的夫妻呀。娘子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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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要跟师傅去取经了，我很快回来，你在家好好照顾自己。相公，俗话说得好，一人得道，鸡犬升天。你若此番修成正果，为妻的一家必定都能受到你的庇荫。我希望你一定要坚定道心，不能让我等失望，明白了吗？娘子，娘子。八戒，所谓求不得，愿赠会，爱别离，实乃人生3苦啊！哎，他现在必是心如刀割，且让他自己静静心吧。师傅，上路了！哎呀，高僧啊，一路珍重啊！啊，哎，高僧，快点，快点！啊，来了。一点小礼不成敬意，留在路上用。受不得，受不得啊！长老，您还是收下吧，一路上也可以留着防身之用。是啊，我们是行脚僧，玉妆化饭，逢处求斋，这金银财帛不能收。哎，长老，您还是收下吧，这一路上也可以留着防身嘛，是吧？是啊，是啊，确实不能收。那个，丈人，丈母娘，我老朱，今日随师傅去做和尚，去取经，
你们在家好生的看待我娘子啊。要是我跟师傅取经不成，我还回来做你们女婿啊。哎呀，嗨，钟长老，您连这后路都想好了。兄弟，不是我多想了，你说这经要是取不回来的话，这媳妇儿也没了，不是鸡飞蛋打了吗？八戒，咱们上路吧。老施主啊，老夫人，贫僧就告辞了。好，请。师傅，请。这件衣服给你路上穿。娘子，我老朱是个粗人，这么多年，若有对不住的地方，别记恨上。你做得很好，这3年，我过得很开心。别这样，我要开开心心的看着你走。走吧。娘子。悟空，八戒，听说前面这条河水面宽阔，水流湍急，我们要从哪里过河呀？嗨，您老人家说的是啊，师傅，我也早听说了，说是这流沙河呀，800里，3000弱水深，是红毛飘不起，芦花定底深。嘿，像我老朱当年看守天河的时候，这天河也没这般宽呐。咱现在如果没有船只可渡的话，那就是插上翅膀也飞不过去啊！这可如何是好呢？这是啊，师傅，莫急，带徒儿先去看看啊。师傅，你看看把他给弄的，你看，师傅，你没事吧？啊，师傅，要不咱们先回高老庄去歇息几日啊？然后呢，然后呆子，说什么呢你啊？你什么时候回来的？你这臭呆子！师傅，师傅，我看了，这河足有1800里宽呢。若是让我老孙过，可能扭扭屁股就过了。要是您，还真是千分难渡，万载难行啊！怎么办呀？
你怎么就看得出来有8九百里之数啊？呆子，不服你去看。师傅，你去啊！去啊你！动手！你看，停下。八戒，你就去吧。去吧你！哎，师傅，那您老人家多保重啊！哪那么多废话，还不回来？悟空。好。谁让你来的呀？呆子，我看你险些被那妖怪吃了。说说，要不要你慈爷爷帮你一把？那谁用得着你呀？那妖怪眼看着就败了，我再跟他打个3、5回合，我就把他给擒住了。师傅，您说是吧？他这不添乱吗？师傅，您来了。师傅，徒弟们，这妖怪想必是久住在此，又善识水性。如今想擒他，怕是难呐。师傅说的有道理，那妖怪一定是深知水性。若是把他拿了，就先把您驮过去，再饶了他。去，你就吹吧你！那你那么大本事，那你下河把他抓上来，我在这儿保护师傅他老人家，是吧，师傅？呆子，这水里的勾当我老孙不太熟悉，就算是到里边去闲逛，还得练什么避水咒，太麻烦了。你去吧，啊，你去。是，那我老朱，我当年我是总督天河，掌管8万水师，那我水性倒是不差。只怕那妖怪一家老小七大姑八大姨的都涌上来，那还不把我捉了去下酒去了？嘿，我不去。贤弟，我叫你下水与他交战，但不要恋战。等你把他引上来，剩下的交给哥哥我了。那你刚才不是还吹了好一大头牛吗？啊，哦，现在又靠我老朱了啊？嘿，是不是还得靠我呀？靠你，去吧！啊，师傅，那您老人家多保重啊。
不是少心无名。你不是邪妖鬼怪，却怎么在此伤生害命，报上性命？我老朱饶你不死。我乃卷帘大将，只因王母开蟠桃大会，不小心失手打破玉玻璃，被贬流沙河。过路的行人、渡水的渔夫都舔了我的肚皮。虽然你看起来粗糙不好吃，我也将就塞在肚皮吧。你这妖怪，好没眼力！我老朱嫩得很。来，这儿，噗噗，吃吧！来。哎呀，你这早问的弼马温，你怎么就这么猴急呀？啊！你等我把他引到高处，然后你挡到河边。师傅，你看看这，啊，现在好了，你看看，躲进水里了，再也不敢上来了。他，师傅，这早问的猴子，他坏了咱们2次大事了。你还不多念几次紧箍咒？你咒他你！闭嘴吧你，呆子！师傅，您不咒他呀？啊？去！师傅放心，带我前去化些斋饭，吃了咱们休息休息，养足了精神，我再去请快去！师傅，我看咱们是上了这臭猴子的当了。什么当啊？那逃出去化斋，我看他现在早就回花果山了。哦，对了，还把您老人家这个紫金钵盂一块给拿去了吧？哎，悟空不是这样的人。他怎么就不是这种人呀？他又说谁坏话呢？猴哥，你回来了！我这跟师傅夸你呢，说你腿脚勤快，回来得快。猴哥，师傅，你吃吧。吃。悟空，我看咱们干脆去你化斋的那个人家，向他打听一个过河的办法，也省得与这妖怪争斗了。师傅，那人家离这远着呢，少说有5、7千里路的，他怎么知道如何过河呢？猴哥，你这又吹牛了吧？5、7千里路，师傅，你怎么回来那么快？我老孙的筋斗云就有10万8千里呢，随便扭扭屁股，就打个来回，这有何难？既然这样容易的话，那你就背着师傅他老人家，只要你点点头，师傅，再这么扭扭屁股，把师傅他老人家背过去不就行了？呆子，你也会驾云，你如何不脱呀？那是，师傅他老人家是凡胎肉体，那是重似泰山，就是我老朱，我驾着云，那我也背不住师傅他老人家，是吧，师傅？这事儿猴哥，
得靠你，得靠你那个筋斗。靠我，我的筋斗也是架云。哼，你驮不动，我如何就驮得动啊？其实要说把师傅送过河并不难，我老孙好歹是个神通，也能办得到。只是师傅要穷力一帮，否则就难脱苦海，这才寸步难行啊！哎，我和你只能尽力保他身在命在，咱们只能做到这些。就算咱们使神通带师傅到西天，到佛祖那儿也不肯把具给咱们嘛。哎，哦，我明白了，原来是佛祖他老人家想诚心折腾我们是吧？说对了，这西天路上10万8千里，一步一难，一步一妖怪，难呐！哎。师傅，正所谓若将容易得，便坐等闲看呐。我相信佛祖让我们走的每一步路，都不是白走的。就好比若没有收了8戒，到了这里就真的没有半点法子了。所以面对眼前的困难，无需太恐惧，也不用着急，平常心面对吧。是师傅。师傅，要不是刚才我老朱啊，你说他能赢得那么容易吗？他，师傅，师傅，你看，太好了，猴哥，要不是我前几次把这妖怪给打累了，你这回擒他能那么容易？好啊，都是你的功劳，行了吧？要不是你，我早降了他了。你师傅，你们有闲情在这里斗嘴，何不设法渡河？师傅说的对，走，八戒，牵马，拿行李。你看把你给能的！
士，你来得好啊！我们正想降那妖怪，渡我师傅过河呢。那流沙河的妖怪，乃是卷帘大将林凡，也是我劝化的善信，保护取经之人。你若肯说出是东土取经人，他绝不与你争执，断然归顺。哎，你要是下次跟我师傅找帮手，早说嘛！我们总不能每次逢个妖怪都要自报家门一次。哎，再说碰到哪个坏心眼的，别再自投罗网了。真遇上那种妖怪，再做道理。悟空，你把他的妖气打出来，好保护你们西天取经。好。悟净，弟子参见观音菩萨。你要等的取经人在此，你还不拜见师傅？是。师傅，弟子有眼无珠，不认得师傅，多有得罪，请师傅见谅。悟净，那个是猪八戒，那个猴头是孙悟空，都是我渡了来保护唐僧取经的。你果然愿意诚心皈依我佛吗？你看，弟子承蒙菩萨教诲，指河为姓，其法名沙悟净，岂有不从师之理？这天底下又多了个和尚。多谢师傅，师弟沙悟净参见大师兄、二师兄，师弟多有得罪，请两位师兄见谅。我老猪肚大能容，不与他一般见识。呆子，来，起来吧，悟净。悟净啊，师傅。悟净，你祭禀加持，不必续烦，就把你那9个骷髅穿在一处，按9宫布列，却把这只葫芦安在当中，就是法船一条，可渡唐僧过流沙河界。是。师傅，哎，你看，你看，你呀，师傅，这天色已晚，今夜在哪儿歇歇？出家人餐风宿水，卧月眠霜，随处皆可安歇。哎呀，泥地上硬，夜里露水重，怎么好睡啊？师傅睡的，你还睡不得？猴哥，你走得轻省，哪知道别人累啊？这一向爬山过岭，肚里饥饿，
早就饿死人了。我看还是找个人家，一来化些茶饭，二来养养精神。呆子，你这番话是抱怨了啊？这本来嘛，这饿了就要吃，累了就得睡，便是人之常情。像从前我在高老庄，行了行了，你少在这抱怨了。我劝你死了心吧你。猴哥，这我那是心疼沙师弟。你看他挑了那么重的担子走了1天了，一定是累坏了他。啊，没事没事啊，我没事。你傻呀你！啊，帮你说话呢，怎么就木头木脑的，也不懂搭腔啊你？八戒，你进入了沙门，就该吃辛受苦，这样才做得徒弟嘛。哼，一样磕头拜师，偏偏你是徒弟，我跟沙师弟我们就是长工啊。哼，总之我老孙只管师傅好歹，你跟沙僧专管行李马匹，不然我对你不客气。嘿嘿，猴哥。我们哪敢使唤您呢？您是齐天大圣啊，是不是？这心高气傲，我哪敢让你挑担子呀？我的意思是，你看这白龙马高大肥壮，只驮了师傅他老人家一个人，这怪可惜的。我就想吧，多放点行李，这不也算咱们兄弟情深吗？他可是西海龙王的3太子，只为犯了天条，才被玉帝贬下来，给师傅做徒弟，取经折罪。这都是人自己的功劳，你抢什么呀？他是天上的龙，那龙有的是上天入地的手段，翻江倒海的神通，他行吗？他走得比我老猪还慢呢，哪像条龙啊！真是。你想让他快是吧？好，我让他快给你看。猴子，你师傅，慢些跑，别惊了师傅啊！师傅，您说这荒山野岭的，哪来的这么大宅院啊？哎呀，这么大的庄园，不像是普通人家居住的。你看，里面有仙气呢。啊，仙气，这可比我老丈人家那个大2倍呢。你怎么又想娘子了？我就知道你这么说，我就是打个比方。好了，悟空，你就先去打听打听吧。好，我马上去。谁呀？妖怪！妖怪！老婆子，别跑别跑！我不是妖精，我是和尚。为何擅自闯我家门？我是奉旨到西天拜佛求经的，路过此地，看天色已晚，特向老菩萨这儿借宿一宿。真是和尚？确是和尚，却是4人，是师徒4人。快请进来吧。多谢老菩萨。请喝茶。山野地方没什么好招待的，请诸位长老见谅。啊，客气。敢问女菩萨高姓？贵地又是什么地名？此地乃是犀牛贺州。小夫人娘家姓贾，夫家姓莫。看见了吗？是4位长老，就是4位长老。那个女菩萨，你是没了丈夫，一个寡妇啊？哎，不是我一人寡妇，连带我3个女儿都是寡妇。哎，一门全寡，你家运也太不幸了。可不是嘛。前年我丈夫疾病身亡，接着就是大女儿、2女儿，小女儿的丈夫一个个都没了。没奈何，他们只得回到娘家和我这个老太婆守着。幸好家资还算丰厚，我们母女4人的日子还过得去。
万般皆是因果。女菩萨莫太伤心啊。其实，女菩萨，我看你年纪也不老，你的女儿呢年纪也不大，不行啊，守不住就改嫁吧。哎，八戒，我这徒儿口无遮拦，女菩萨请莫要见怪呀。不怪不怪。说句不怕笑话的话，我们母女也想再嫁，可外面都说我们是命中注定无夫，嫁一个克一个，嫁两个克一双，没人敢娶。况且我也舍不得这份偌大的家业。这没人娶，又嫁不出去。嘿，女菩萨，我看不行，就招个女婿吧。那可不，我也跟几个算命先生打听过，他们都说我们母女4人是同命，命中无夫。说我们一定要找那种命中无妻、无家无业的男人才可做女婿，白头到老。这事儿你算问对了，八戒是行家。不是二师兄，你以前是做媒的吗？谁做媒了？嘿，我可不是做媒的啊。我就是给别人当了3年的上门女婿，不过自从随了师傅做了和尚，现在也没了娘子了。这可倒好。我说你们3个都出来吧。是。见过4位长老。有礼。好，退下吧。是。诸位长老，你们做和尚的正是命中无妻又无家无业，却又恰好是4人，正合了算命先生所说的。这是天意安排，要你们师徒给我们招为女婿。对，是天意呀，要不然……阿弥陀佛，贫僧发愿要往西天取经，心中再无2念。说句不怕笑话的话，我们母女也想再嫁，可外面都说我们是命中注定无夫，嫁一个克一个，嫁2个克一双，没人敢娶。况且我也舍不得这份偌大的家业。这没人娶，又嫁不出去。嘿，女菩萨，我看不行，就招个女婿吧。那可不，我也找几个算命先生打听过，他们都说我们母女4人是同命，命中无夫。说我们一定要找那命中无妻、无家无业的男人做女婿，才可白头到老。这事儿你倒问对了，八戒是行家。不是，二师兄，你以前是做媒的吗？谁做媒了？我可不是做媒的啊。我就是给别人当过3年的上门女婿，不过自从随了师傅做了和尚，现在也没有娘子了。这可倒好。我说你们3个都出来吧。是。见过4位长老。有礼。好，都退下吧。是。诸位长老，你们做和尚的正是命中无妻又无家无业，却又恰好是4人，正合了算命先生所说的，这是天意安排，要你们师徒被我们招为女婿。对，是天意啊，要不然这……阿弥陀佛，贫僧发愿要往西天取经，心中再无2念。可我听说取经路途遥远，高山险阻，满地瘴气，
毒蛇猛兽，凡人肉身难以抵挡。还有谣言说，吃了大唐取经僧人的肉，可以延寿长生。这一路上，千万妖怪都摩拳擦掌，等着吃唐僧肉呢。这倒不怕，有我们兄弟3人，我师父是不会被吃掉的。就算经历重重困难，到了西天取了经，对你们又有什么好处呢？利益众生，圆满心愿。可众生谁又感激你呢？大凡人劳碌了一辈子，不都图个富贵逍遥、好吃好睡的？我家有下一辈子都使不完的金银。你师徒若肯回心转意，招赘在韩家，夫妻相伴，共享富贵，却不强如往西劳碌。我辈出家人，岂以富贵动心，美色留意呀？真可怜，出家人有什么好？女菩萨，你在家人又有何好处啊？长老，我讲给你听。四季有应时的新衣，有高楼广宅安居，什么用的呀、吃的呀，都取之不尽。睡软榻，盖灵被，花烛下，其乐无穷。在家人享受荣华富贵，有吃有穿，儿女团圆，固然是好。但我出家人，专心修为，外物不生口舌，身中自有阴阳。待功德圆满，明心见性啊，却胜过在家贪吃血食，老来落得一身臭皮囊啊！破和尚无礼！若不看你东途远道而来，就该轰你出门。我可是真心实意招赘你们师徒4人为贤，你却言语伤我。就算你受戒发愿，永不还俗，可你这3个徒弟未必有你这心肠，难道我便招他们不得？可问他们3人之意？哎，我可不当什么女婿，我要是不做和尚，还回花果山当我的大王呢。谁稀罕做女婿？八戒，这事儿还得你来。我不是那种人，那个，沙师弟啊，要不然你和师傅他老人家待的时间短，还没生出感情，要不然你就留下。我不要。蒙菩萨教诲，受了戒行，蒙师傅收我，又成教诲，跟着师傅还不到2个月，未得半分功果，我怎敢贪图富贵啊？我绝对不会做这欺心之事的。对。诸位长老都不肯留下，来人，在，请4位长老到外厢歇息。是。师傅，你看看你，沙师弟，这都怪你！你没事招惹什么女菩萨呀？你看看，连顿斋饭都没混上，没饭吃，你却给人家当女婿，天天吃饱饭。这师傅，我可没说您啊，我是说，一定是我老周饿得眼睛都花了，都怪师傅！你说你逞什么口舌之能啊？哎呀，快把我老周给饿死了！嘿，我呀，我找点吃的去。长老，长老一定饿了吧？我给您备了些斋饭，请快些品尝。下去吧。是。谢女施主施舍。
我不饿。贫僧还有晚课要做，女菩萨请便吧。长老何必那么急着下逐客令呢？况且这又是我的家，我想留便留，想走便走，不是吗？自在菩萨心生般若波罗蜜多时，哦，感情长老还在生我娘的气呀。不如我为你舞上一段，当做赔罪。长老，我的舞跳得如何呀？你不看我，是不是因为你怕看了我，就守不成戒，做不成和尚了？若是我说错了，那你就抬起头来，仔仔细细的看看我。长老，你说我美是不美？美或不美，贫僧无以相告。出家人不打妄语，所以你这是不敢说出实话。在贫僧的眼中，你与一具白骨无异。一具白骨美或不美啊？哼，你这和尚就是不回答我的问题。凡肉眼所见，皆非实相，是以无话可答。皆非实相，长老。可是我这个人，就这么活生生的在你面前，看得见，也摸得着。那你说，那怎么会不是真相呢？嗯。阿弥陀佛。即说咒曰：揭谛揭谛，波罗揭谛，波罗僧揭谛，菩提。罢了，还在念经。自在菩萨心生般若波罗蜜多时，照见五蕴皆空，度一切苦厄，舍利子，色不异空，空不异色，色即是空，空即是色。好和尚，一心不乱，竟还记得念到何处，接着念下去。你是什么人？怎么跑到我床上来了？小女子年少丧夫，落了个夜不成寐的病灶，还请你帮我治治病啊！我是一个和尚，不是郎中，我不会看病。你一定会的。男女授受不亲，请女菩萨自重。你不是出家人吗？怎么没有一点慈悲心呢？我要跟师父去西天取经的，请女菩萨不要纠缠我。西方有什么好的？你非去不可吗？我不知道有什么好。我师父要去西天取经，我是他徒弟，就一定要跟他去。看来你对你师父倒是一片赤诚。可万一半路你师父死了，你可怎么办啊？有大师兄在，永保师父平安到西方。那如果你师父他讨厌你，把你赶走，那你又该怎么办？
小长老，还是听我一句劝吧，留下来跟我一起共享荣华，这才是最聪明的。你赶快给我出去，要不然我对你不客气。真没想到，世间竟有如此大胆的女子。哎呀，不好，师傅有危险！沙师弟，我说，你这大半夜的舞刀弄棒的干什么去啊？哎呀，二师兄，不好了，这一屋子的女人啊，全是妖怪，咱们快去告诉大师兄吧。哎，你没事吧？哼，大师兄是火眼金睛，这是人是妖一眼便知，他都没说什么，你紧张什么呀？真是的！哎呀，你也不仔细想想，寻常人家的女子哪有这么大胆的？她们肯定是妖怪，说不定是要吃师傅肉的妖怪。哎，我这刚刚明明抱的是一个，怎么又变成蜡烛了呢？二师兄啊，你说什么呢？哦，对，你说的太有道理了，要不咱问问那猴子，商量商量。对，找大师兄去。走。哎呀，你看那死猴子长得那么丑，我看上他已经是他的福气了，一点都不温柔，不解风情。哎呀，气死我了，活该一辈子当和尚。这蜡烛。哎呀，你在说什么呀？哎，二师兄，你看，也有女人到大师兄房间去了。哎，有没有女人去你房间呀3根蜡烛。当然了，我全把他们给轰跑了。来了，哎呀，我老朱不是那人。什么蜡烛不蜡烛的？我跟你说啊，这些女人即使不是妖怪，也居心叵测。我们应该去保护师傅啊！你管那么些事干什么呀？你看好你的包袱，师傅。是有那臭猴子管的，你这！哎，二师兄去哪儿啊？我去喂马，我去吃草，我去点蜡烛。这沙师弟有人要，就连那雷公脸的臭猴子也有人要，就我老祝没人要。哎呀，还是我家翠兰好啊，不嫌我丑。哎，那长老只懂得念经念经，没有半点情趣，不讨人喜欢。就是啊，还有那沙和尚，呆呆傻傻的，像个木头一样。至于那个孙行者，满身满脸都是毛，东挠西抓的，光看着都发痒，谁能跟他同睡一床啊？师傅他们一个个都被挑剔了，还没说到我老朱。我再听听，他们是怎么说我老朱的。那你们到底选中哪个了？母亲，我觉得那个肥头大耳的朱长老挺不错的，可爱。姐姐，你可别跟我抢，我也喜欢他。你们都别跟我争，我非嫁他不可。是我先看中的。不行，我要嘛！哎，你们，我要，我是姐姐。母亲，你看看。好了，都不要争了，也不要抢了。我还得先问人家朱长老愿意不愿意呢。我愿意呀，我愿意，愿意。母亲看看呀，笑死人了！愿意。不是都喜欢我吗？怎么都走了？小长老，你怎么来这儿了？娘，我是上院里去放马去了。怎么叫起娘来了？我入赘到你们家，您老人家不就是我娘吗？还不知道你师父肯不肯放你出来呢？我师父他老人家是奉旨取经，不敢有违君命。不过我们这事儿啊，我师傅他老人家说了，只要我们愿意留下，我师傅他老人家就放人。不过在兄弟面前，不太好应承。既然如此，
你再与你师父商量商量，不难堪便招了你吧。那娘，这师傅他老人家又不是我的生身父母，这做与不做不在他，不用商量了。那也好，但是我3个女儿争你1人，我得再与他们商议商议，免得伤了姐妹之情。好，那就有劳您老人家了。